人突然拉开巨人的头盔，随后一旁的杰克将马蜂窝递过来。正做着春梦的巨人并未察觉到危险即将来临。杰克把马蜂窝放进去后，队长迅速关上头盔，接着他们火速逃离现场，躲到旁边的石头后面，静静地看着一切。很快，巨人也是被马蜂扎醒，疼得他立马起来摆弄身躯，试图这样缓解痛感。殊不知他越挣扎，马蜂就会越来劲。没办法的巨人想逃离这里，却意外被水烫半个头砸在石头上。 眼看他来到悬崖边缘要掉下去时，突然意外发生了，他居然脱下了头盔。三人直接懵逼了，难道他们的计划失败了吗？不可能！就在这时，一只马蜂挺身而出，在巨人蒙圈的目光中，直接一头扎了过去。巨人被吓得站不稳脚跟，随后也是成功的掉下去。看到计划成功的公主，众人纷纷大笑了起来。他们不敢相信，居然用这种办法打败像山一样高的巨人。于是三人打算赶紧离开，可这时队长突然停下步伐，他让杰克先带公主回去，自己随后就跟上，因为队长要去和卷毛殊死一搏，把王冠给抢回来。杰克看他意已决，随后便将匕首递给队长。说完一切后，队长把他的勋章交给了杰克，代表着杰克从现在开始便是皇室家庭的一员。巨人在天上足足漂浮了2年半，最终才成功着陆，只不过是被摔成了肉饼。听到动静的老国王立即从帐篷里走出来，却发现震惊的一幕：一头巨人竟从上面掉下，摔成了肉饼。村民全都好奇地围上来查看。原本打算砍掉藤蔓的老国王，在这一刻再也按耐不住，于是他下令让恩将军带领士兵把藤蔓砍掉。可奈何士兵全都无动于衷，老国王顿时火冒三丈，他直接拔出士兵的武器，在万众瞩目下来到藤蔓旁边，对着藤蔓大砍起来。恩将军无奈只能下令 You heard your king? We cut it down! 殊不知他的女儿已经在回来的路上。两人看到万家灯火，以为是老国王在欢迎他们回归，而恰恰相反，下面的士兵已经磨好武器，把架子全都搭好，能用的工具一并带到这里。他们全部在卖力地砍断巨型藤蔓。第二天早上，卷毛集聚了全部巨人大军来到藤蔓的地方，准备对人类发起进攻的号角。就在这时，双头巨人似乎闻到了人类的气息，吓得一旁的队长赶忙躲起来，卷毛则自己一人要过去悬崖处。小双头要提醒时，却被大头阻止了。随后他从领袖里面拿出魔豆种子慢慢欣赏，看着下面的渺小人类，他觉得是时候该下去了。正当他要回去发号命令时，突然队长从一旁冲出来，没等卷毛反应过来，直接就被撞了下去，随后狠狠地砸在小洞里。看到这一幕，双头巨人也是露出得意的笑容。然后他们被瀑布冲进洞口内部，卷毛怕死的叫巨人来救他，队长则和他摆起干架的姿势。这时的双头巨人才缓缓下令让其他巨人去把卷毛挖出来。巨人来到悬崖，用力的敲打岩石，而队长和卷毛在下面拼死搏斗。卷毛仗着长剑直接将队长给绊倒，武器也随之掉落。卷毛见状趁机发起猛攻，却被队长挡住手臂。在这一刻，两人只好比拼蛮力。可队长很快败落下风，被按在水里。突然他不经意间看到匕首正朝自己流过来，队长精准咬住匕首，然后直接划伤了卷毛的脸庞。卷毛不服气，直接朝队长冲过去，仗着武器优势将队长打落下风。队长无奈被逼到绝境，随后被卷毛一脚踹了下去，差点就要领了盒饭。幸好他及时抓住悬崖边缘，卷毛来到他眼前，用长剑折磨队长，打算逼迫队长自己无力跳下去。但他小瞧了队长的决心，队长直接抓住他的脚。现在的他笑得有多高兴，等下就死得有多惨。正当他还要玩弄队长时，突然被队长的另一只手用力按住他的武器，刺入卷毛的脚，一时间疼得他大声呼喊。这时队长趁他不备之际，直接将武器刺入他的腹部。而此时的巨人们还在敲打着岩石，双头巨人也来到旁边查看。卷毛在下面大声喊着救命，最后因伤势太过严重，直接领盒饭。王冠也失去魔力，爬上来的队长想要过去将王冠抢回来时，突然上方的洞口被打破，王冠则被双头巨人抢先了一步。他把王冠取出来，然后戴在自己的手上，示意自己就是新的国王。王冠戴在他手上也逐渐恢复了反应。其他巨人见状纷纷全部下落。人类又该如何对抗这些巨人？又如何阻止这些强大的巨人大军呢？看来人类的灾难才刚刚开始。